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丈夫拉着一个女人的手走进金店，身后跟着12岁的养女，笑颜如花。我拨通丈夫的电话，养女厌烦的声音传来：“你整天不上班，为这个家神妖都没有付出，爸爸还要赚钱养你，你能不能别老烦他？”她愤怒挂断电话。父女二人故意晾着我，3天3夜没有回家。这次我不再卑微祈求原谅，直接递出一份离婚协议书。袁家明，我们离婚，这个孩子我也不要。我拿着离婚协议书来到袁家明的公司，进入办公室，袁家明正低着眼处理公司档，12岁的女儿圆圆也摆弄着手上的平板。见我到来，两人连眼都不抬一下。我刚伸出手准备将离婚协议书摆在袁家明面前，他突然抬头，冷淡问道：“沈清舟，知道错了吗？”我苦笑一声，就是因为给他打了个电话，催他早点回家，在他眼中，这就是我错了。我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平静说道：“袁家明，我今天来是跟你离婚的。”听到离婚2个字，袁家明微愣了1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意。沈清舟，不过是晾了你3天3夜，你就要跟我提离婚？至于吗？我没说什么，也不想把他和其他女人去金店的事情拿出来说，继续平静重复着：“离婚。”袁家明没说什么，提起笔在离婚协议上签字。那圆圆跟着我吧。他说完，又一脸得意地看向袁圆圆，像是笃定一般，问道：“圆圆，你说呢？”袁圆圆猛地抬头，目光炯炯地看向袁家明。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在他开口之前，我率先打断：“这个孩子，我不要，归你了。”我平静地叙说着，就像在抛弃一件什么物品一样。听到我这话，袁圆圆面色一沉，阴阳怪气地反击着：“本来也没想跟你，你做的饭一点都不好吃，还不如小宋阿姨带我吃的肯德基好吃。小宋阿姨可比你温柔多了，还带我去游乐场玩。”我听着这些嫌弃的话语，有些不敢相信，这是我养了7年的孩子能说出来的话。和袁家明结婚8年，我因为身体原因没能怀上孩子，源于对他的愧疚。我在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孩子，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第一次来到孤儿院，我看到一堆小朋友聚在一起打闹，只有一个个头矮小、身体消瘦的小女孩蹲在墙角，眼中满是羡慕地看着其他孩子。那小女孩瘦骨嶙峋，头发稀黄，其他孩子喊她怪物，不肯跟她玩。当我走近她时，她用小小的手抓住我的裤脚，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就像一只被抛弃的小兽，惹人怜爱。那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你，充满祈求与希冀。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将她带回家，当做自己的孩子，掏心掏肺地抚养。为了袁家明和袁圆圆2人，我拒绝了领导派我去国外交流项目的机会，还将我在世界企业500强的工作辞了。我在家中整日为2人洗衣做饭，当牛做马，还要辅导圆圆的功课。刚开始，2人对我这样的行为并未说什么，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的付出。不过1年的时间，2人便开始对我冷眼相待，处处冷嘲热讽。袁圆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般，当初乖巧懂事的形象不复存在。他们2人在我面前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好似我只是他们的佣人，卑微到骨子里。哪怕袁家明只是脱个鞋，我都得蹲在地上将鞋捧起，细心擦拭。袁圆圆只要一摆脸色，我就得点头哈腰，不断鞠躬，等到他说下去吧，我再灰溜溜地滚出房间。为了这个家庭，我一忍再忍，无数次纵然他们对我使唤的语气、高傲的眼神。没想到，在和袁家明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我看到他牵着一个女人的手走进金店，袁媛媛跟在他们身后，笑得一脸开心。我从未看过袁家明如此开心的模样，在我面前，他总是冷着脸，不苟言笑。我看着玻璃中衣着朴素、头发凌乱、满头大汗、提着大大小小菜的自己，顿时红了眼眶。8年来，袁家明除了结婚给我的彩礼，其他节日连一束花都未曾给过我，更别说黄金了。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也不是没问过他，他总是回答：“老夫老妻了，少整这些虚的，浪费精力，没劲。”我相信了这个说法。他成天工作繁忙，没时间和精力也正常。不过现在我明白了，不是因为老夫老妻，也不是因为没有精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能让他费心的人。我顿时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手中东西尽数掉落，整个人直直瘫软在地面，心中直发酸，像是被人紧紧捏住一般，无法喘过气来。一瞬间，泪水铺天盖地地涌出，带着多年来的委屈，一时哭得喘不上气来，身材走样，面容老黄，头发稀疏。我曾不顾一切用青春换来的婚姻，最终给了我这样的结果。我抬头又看向金殿中和睦欢乐的3人，他们仿佛才是幸福的一家人。沈清舟，是不是因为今天是结婚纪念日，没给你买礼物？多大人了，还因为这种小事闹脾气？袁家明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我看着他那熟悉的面容，只觉得无比陌生。我讽刺地笑着，冷淡开口：“你觉得我在无理取闹？既然如此，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门口见。”说完这话，我毫无留恋，连一个眼神都不再给父女2人，转身离去。离开袁家明的公司后，我来到了市医院。我妈因为一次偶然车祸，一直住在 ICU 中昏迷不醒。我这段时间也一直在为了那父女2人操劳，没怎么来看妈妈。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那次车祸不是偶然，只是警察还未结案，我没有证据。看完妈妈，我回到了袁家，准备将在袁家留下的所有痕迹都带走。刚收拾好行李，我准备离开，玄关处一阵声响。袁家明和袁媛媛开门走进，袁媛媛看见我准备离开，无所谓的淡淡看了我一眼，耸了耸肩，嘲讽道：“又开始装模作样了。”袁家明无奈地摇摇头，以为我同以往一样，只是在闹脾气，过不了几天就会求他原谅。以往我闹脾气，不出3天，便会主动做好一桌丰盛的饭菜，好声好忧气地讨好他们，让他们原谅我的任性。想想以往的日子，委屈心酸又涌上心头，红了眼眶。袁家明许是看见我微红的眼眶，微愣1秒，随即皱了皱眉头，施舍般的语气开口：“行了，我派人送你，几天回来。”我不予理会，径直走出门外，回到娘家。母亲住院，父亲走得早，虽说是娘家，却依旧剩我一个人，冷冰冰的。刚进家门放好行李，我的手机响起，拿起一看，竟是袁家明的。还不等我脑子反应过来，我的肌肉记忆率先一步接通电话，将手机放在耳边：“喂，圆圆的校服放在哪？她是哪个学校的？”柜子右手第3层，静海市第1人民小学。这些话语不经大脑思考脱口而出，说出后我立马后悔，不再吭声。几年了，他自己的孩子，他连上的哪个学校都不知道。他看我没有声音，有些不自然地开口说道：“对了，上次的纪念日礼物，给你买了金手镯，我等会儿派人给你送去，行了吧？”“呵，给我送来干什么？给宋燕青吧。”宋燕青是袁家明的青梅竹马，几年前去了国外，最近才回来。
他对袁家明是什么心思，不必多想，昭然可见。即使这样，袁家明有家室，在他面前也不懂得避嫌。听了我的话，袁家明的语气顷刻冷下来，带着淡淡愠怒。我说呢，原来是因为这事闹离婚。呵，他从国外回来，我不过是送他一个小小的礼物，你就这副模样，这么小的心眼，简直跟你妈一样。提到我妈，我浑身止不住颤抖，哽咽道：袁家明，你这副没有教养的模样，是不是也跟你妈一样？说完，我果断挂断电话，不愿再听到他的声音。第二天一早，我早早来到民政局门前，准备好各种材料，等着袁家明的到来。一个上午过去，我站在门口，腿都麻了，依旧不见他的踪影。无奈之下，我拨通他的电话：袁家明，说好今天来民政局，我在门口等了你一上午。听到我的声音，袁家明有些愣住，随即电话中传出一道女声：家明哥哥，是嫂子的电话吗？都怪我，耽误了你和嫂子见面，对不起。燕青，说什么呢？你脚都成这样了，我肯定不能留着你一个人啊。就是啊，小宋阿姨，你就好好养伤吧。袁家明的声音温柔似水，圆语气中也满是关切。电话另一头的我像一个外人，蠕动嘴唇，却不知怎么开口。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到。袁家明的声音又传来，有些急切。接着我听到他起身收拾东西的杂乱声，挂断电话。又过了1个小时，袁家明出现在我面前，与他一同前来的是身后的袁和亲密地挽着他胳膊的宋燕青。我站在至阳下暴晒了4个小时，全身油腻汗湿，十分狼狈。沈清舟，你现在都这么不注重形象了吗？本来就是乡下人，原形毕露了吧？袁家明和袁一唱一和，眼中掩盖不住的嫌弃。宋燕青捂嘴轻笑，话里话外都是嘲讽。哎呀，你们别打趣嫂子了，嫂子这叫接地气。我冷眼看着3人，几个小时的暴晒让我眼前恍惚，嘴唇干涩。袁家明，我等了4个小时，耍我很有意思吗？袁家明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面色一僵，开口道：不是，是燕青早上出门脚扭到了，我急着把他送到医院，一时忘了时间。是啊，嫂子，你别错怪家明哥哥了，他也是为了照顾我才耽误这么久，嫂子不会怪我吧？说着，宋燕青一副可怜的模样，胸口不断蹭着袁家明的手臂摇晃。青州，我怕将燕青一个人留在医院出什么事，就将他一同带来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斤斤计较了？借着离婚的来要挟我，发泄自己的脾气，你真的过火了。我浑身汗湿，此刻听了袁家明的话，只觉阵阵寒凉。就在刚才，我心中竟还有一丝丝的指望，袁家明会不会挽留我？我错了，我错得离谱。恐怕在他眼中，我连宋燕青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吧。我就站在那里，一句话都没有说。3个人纷纷指责我、嘲讽我，说得我一文不值，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和袁家明还没离婚呢，宋燕青就明目张胆地缩在他怀中撒娇，袁家明也不拒绝，满眼温柔地注视着他，还伸出手为他细心整理汗湿的发丝。这2人的动作看得我直反胃，我忍不住怒喝道：渣男贱女，真是绝配！我的手忍不住上前要给2人一个嘴巴子。此话一出，顿时气氛凝结。袁家明眼中满是怒火，走进我面前，一字一顿道：沈清舟，我是不是平日里太过纵容你了？你可以骂我，但绝不能侮辱燕青。我们是清白的，你要向他道歉。宋燕青走到我面前，佯装哭得梨花带雨，眼中露出一抹狡诈。
他以极快的速度抓住我的手，朝他面上轻轻一带，他顿时大喊一声，面露惊恐，整个人向后倒去，一屁股坐在地上。沈清舟，你还敢打燕青？我本想着今日原谅你前几日的任性，现在看来你是不知悔改，蹬鼻子上脸。他看向宋燕青，眼中满是心疼。燕青，打回去，不让他受点教训，他永远不知道错字怎么写。说完，袁家明抓住我的手腕，让我不能动弹。身后的袁媛媛一把冲过来，将我推倒在地，眉眼阴沉地看着我。谁让你欺负我宋阿姨，坏女人！啪的一声，宋燕青卯足了劲，一巴掌扇过来，满脸得意。我被打得偏过头，半边脸都是麻的，口中的血腥味逐渐散开，头发狼狈地呼了我一脸，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我疯狂地挣扎，想要站起身来，宋燕青又扑上来，尖长的指甲胡乱地抓在我的脸上。我清晰地感觉到汗水进入伤口的痛意，疼得龇牙咧嘴，却被袁家明死死摁住，任凭他的羞辱。见我这副模样，袁家明掏出手机，冰冷道：“沈清舟，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他拨通电话，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道：“终止沈清舟妈妈的治疗，现在，立刻。”做完这些，他居高临下看着落魄的我，高高在上的开口：“沈清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给燕青道歉，不然你的妈妈休想再得到金海市任何医院的治疗。”我低着头，眼泪默默流下。其实我妈早已经成了植物人，能醒过来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是我一直欺骗自己，当作他没有离我而去，如曾经我那么信任他，为了他放弃自己引以为傲的职业。如今他却拿着我的软肋，威胁我让我给别的女人道歉。见我默不作声，宋燕青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道：“家明，他为了不跟我道歉，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管不顾。”够了！我打断宋燕青的话，红着眼眶嘶吼道：“袁家明，我妈成植物人了，醒不过来了，你还要怎样？”听完这话，袁家明一愣，随后他的反应让我心寒至极。原来人可以无情到这种地步。只见他只是微愣了一秒，随后眼中多出一抹鄙夷，皱眉道：“沈清舟，你为了不跟燕青道歉，连阿姨成了植物人这话都说得出来，你太让我失望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好吃懒做又自私。”袁媛媛站在袁家明身后探出头，讽刺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袁媛媛会这么说我。平日里我对她也较为宽容，对于成绩更是不看重，她只要快乐就好。她却还是觉得我管得太多，嫌我烦。宋燕青回来后，带她去买了些喜欢的玩具，逛了几次游乐场和商场。袁媛媛就觉得她比我好千百倍。我这几年的呕心沥血和掏心掏肺的付出，付诸东流。我听着他们的话，也不打算解释了。满心的绝望和寒凉蔓延全身，声音止不住的颤抖。行了，什么也别说了，离婚去吧，沈清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想清楚了，今天要是离婚了，以后不管你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我不愿与他多废话，果断转身走入民政局，利落地掏出相关证件。见我这副模样，袁家明一副不知好歹的表情，摇了摇头。进入民政局，两人办完离婚手续，走出民政局，袁家明又冲我说道：“沈清舟，只要你一天不跟燕青道歉，我就一天不会恢复你妈妈的治疗。”我扭头转身，丢下一句：“随你。”刚走了没几步，我的电话突然响起：“喂，沈小姐，很抱歉地通知您，我们按照袁先生说的，
停止了对您母亲的治疗，请您尽快将病患带回，谢谢。电话挂断，我心中再无波澜。袁家明为了宋燕青，将事情做到了这一步，对于他，我不再抱有任何期待。我抬手擦干了眼角的泪水，来到医院，将母亲带回家。看到床上闭眼安详的母亲，我决定不再自己欺骗自己。面对母亲已经无法醒来的现实，整理好情绪后，我找到了先前公司的 CEO 周天骄，站在他面前，我坚定地说道：“周总，您能不能给我一个重新入职的机会？这一次，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周天骄对于我的到来有些惊诧，轻声问道：“青州，发生什么事了？”我将最近发生的平静地讲述出来。他听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有些哽咽：“青州，以你的能力，现在醒悟不算晚。你明天就来上班吧。还是设计总监的位置，对于你的能力，我一直都很相信。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经历了这么多，我也明白了一些事理。女人一定不要放弃自己追求的事业，只有自立自强，才能赢得尊重。”这段时间，袁家明找了我几次，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发消息，我都没有回复。他们袁家的人和事，跟我再没有关系。过了几天，我将妈妈火葬后，带着先前找好的律师，再次来到袁家。这房子是妈妈生前全款买下的房子，写的她的名字，当做我的嫁妆。我和袁家明结婚后，便一直住在这里。现在离婚了，房子理应属于我。袁家明打开门口看到我，有些惊讶，语气软了一些：“青州，是不是知道错了？你别闹了，好好跟燕青道个歉。你还是袁家的女主人。”袁也站到他身边，低头有些别扭地说道：“妈妈，别人做的饭我吃不习惯，你回来给我做饭吧。”哟，青州姐来了呀！宋燕青的声音从沙发上传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只见她手上包着一块纱布，手腕上戴着2个金镯子，有意无意地摆弄炫耀。青州姐，我不小心做饭烫伤了，这2天就来佳明哥这休息几天。你可别多想哦。说完这句话，他有暧昧地看了看袁家明，生怕我不知道2个人现在已经住在同一屋檐下了。不过是借住几天，能有什么事？燕青，你放心住好了，这就是你的家。袁家明回答着，看向他的眼神中满是温柔。对于这些，我现在内心已经毫无波澜。从袁家明帮着宋燕青羞辱我那一刻，我对他的爱意尽失。听见他的话，我看着袁家明冷声反驳道：“这不是他的家，更不是你的家。”说完，我身旁的律师补充道：“这房子的户主是沈小姐的母亲，现在沈小姐的母亲去世了，房子理应归沈小姐所有。”什么？阿姨去世了？袁家明捕捉到话中的重点，不敢置信地偏头问道：“袁家明，我绝不会拿自己母亲的生死开玩笑。”我紧盯着他的双眼，句句坚定清晰。一旁的律师掏出我妈妈的死亡证明，摆在袁家明眼前。袁家明顿时像是想到了那天在民政局门口说的话，一脸歉意，有些结巴：“青州，那天是我不对，我不知道阿姨，真的对不起，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是我的家，请你们出去。”我走进门，将行李放下，眼神锐利地扫过3人。青州，你还在闹什么脾气？我也跟你道歉了，你不跟燕青道歉，我也就算了，别再闹了，可以吗？回来吧，我们好好的。我看着他的眼神，似乎真的充满着不舍。不过我心意已决，这样的老公和孩子不要也罢。出去。我没搭理他，又厉声重复了一遍。看我情绪激动，袁家明带着2人走了出去，有些依恋地回头看我：“青州，
你先冷静冷静。再怎么说，我跟他也相处了8年，感情当然是有的。他对我的不舍和依恋不假，我也曾真心的去爱过他。不过，当他所做的一件件事情耗费完我的喜欢，感情也就不复存在了。毕竟，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将家中他们3人的东西丢出去后，我又重新投入于工作之中。手机的微信不断响起，打扰我的思绪。我打开手机一看，全部都是袁家明发来的信息。青州，我的红色领带放在哪？青州，圆圆要开家长会了，我们一起去吧。正好圆圆也想你了。青州，焖米饭要放多少水？火怎么开？没有你在，我们父女俩生活真的不太如意。离开了我，他好像完全不会自理，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持续。想当初，我也是个不谙世事的千金大小姐，嫁给他后，我心甘情愿学会洗衣做饭，开始学习怎么省钱过日子，也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昔日光鲜亮丽的外表，变成一个永远戴着围裙的黄脸婆。为了丈夫，为了孩子，我奉献所有，却换来了被嫌弃嘲讽的目光。我自嘲一笑，随手打开朋友圈，几张照片顿时映入眼帘。照片中，宋燕青温柔地注视着袁家明，袁家明深情地低头给宋燕青戴上一条金项链，袁圆圆在一旁咧嘴笑得开心。宋燕青的配文是：不管离开多久，属于我的人和物都会回到我的身边。我一键拉黑删除，不想让这3人碍了我的眼。我清楚了关于袁家明的所有联系方式和照片，就像他从未出现在我生活中一般。又过了几天，一个陌生号码将我从睡梦中吵醒。接通后，袁家明的声音从中传来：青州，圆圆在学校受伤了，你能来看看吗？她不是我的孩子，跟我没关系。我冷淡回答：对于他们2人，我真的毫无感情可言了。青州，别生气了，之前我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了。袁家明还想说些什么，我果断挂断了电话，不再理会。没过片刻，电话又响起，我拿起一看，是周天骄的电话。喂，周总，有什么事吗？青州啊，我下午有个会，帮我去金海市第1人民小学接一下孩子吧。没问题，周总，下午5点。我刚走进学校，就看到了迎面而来的袁家明和袁圆圆。袁圆圆和周总的女儿在一个学校，能在这碰到他们，我也早有预料。青州，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圆圆的。一说她受伤了，你立马就来了。我看着袁圆圆完好无损地站在我面前，只觉得2人的手段可笑。我不是因为她而来的，青州，你就别解释了，跟我回家去吧。我跟燕青之间真的没什么，你不要多想好吗？你不在家，我也不会洗衣做饭，孩子都饿瘦了。说完，他碰了碰圆圆，示意他说话。妈妈，你回来吧，我不惹你生气了，我以后会乖乖听你的话的。袁圆圆的面上倒是多了些真情，不过那又与我何干？听了他们的话，我嗤笑一声，他们缺的根本不是我，只是一个保姆而已。行了，老婆跟我回家吧，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你肯来，说明心中还是有我们的，别倔了。袁家明喋喋不休地说着，突然从他身后传来一道稚嫩童声，打断了他的话语。青州阿姨，周总的女儿安安背着小书包冲我跑来，一把扑进我的怀里。我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牵起她的小手，轻声问道：安安今天在学校累不累呀？阿姨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好，我最喜欢青州阿姨了。袁家明，你们俩的事情与我无关。留下这句话，我牵着安安转身离开，没给愣在原地的2人一个眼神。妈妈，
你真的不要圆圆了吗？圆圆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些焦急。我脚步连顿都没顿一下，继续与安安聊天玩闹。人呐，你对他好的时候，他瞧不上；可当他看到你对别人好，就会着急。这时候再想要挽回，早已为时已晚。刚走出校门，就看到宋燕青笑嘻嘻地走来。哟，青州姐，这是来接圆圆的吧？看你这副样子，是圆圆不乐意跟你走啊？这个小朋友，又是你找的哪个野男人的孩子？我刚在学校里还在想，今天宋燕青怎么没跟着他们？本以为是袁家明有所醒悟，知道保持分寸了。其实宋燕青是专门在这等着挖苦我呢。看着他一脸得意欠揍的表情，我也不惯着，大手一挥，朝他脸上狠狠扇去，就当是报了上次的仇。你爸妈没教你怎么说人话，我来教你。沈清舟，你在干什么？袁家明刚走出来，便看到了这一幕，他冲过来，强压怒气。沈清舟，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燕青？他做错了什么？行了，打也打了，气也消了吧，回家去吧。我看着面前的两人，讽刺道：前面右拐金海市医院精神科，两个人有病就一起去看看脑子，别丢人现眼。还有，别总找我，要点脸吧。说完这些，我牵着安安转头就走，将他送回到周总身边。见到周总，他笑意吟吟地开口说道：青州，晚上有一个重要客户，你去见一下。他可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投资商，不过他是个酒吧老板。我知道你不喜欢吵闹的环境，忍耐一下吧。年终奖非你莫属，放心吧，周总，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按照周总给的地址如约而至，刚走进门，里面的音乐声震耳欲聋，舞池中摇曳舞动的男女将酒吧的气氛推向高潮。沈小姐，一位中年男人走到我身边，给我打着招呼。我看清他的长相，立马应道：肖老板，好久不见。沈小姐，我们坐下说吧。肖老板将我带到较为安静的角落，递给我一瓶鸡尾酒。两人闲聊了几句，很快切入正题。仅仅半个小时，肖老板就爽快地签下合同，这次合作圆满达成。我刚准备站起身跟肖老板告别，面前突然多出一道人影。青州，你怎么在这里？袁家明的声音传来，带着急切与疑惑。我跟肖老板是来谈生意的，谈生意怎么会在这种地方谈？老婆，你就别气我了，算我求你了。圆圆还在家里等你呢，我们结婚了那么多年，8年的感情啊，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袁家明看着我的眼神近乎乞求，姿态卑微。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就像我先求对他一般，低微至极。不准我在这谈生意，只准你在这儿给宋燕青办宴会送礼物吗？我看着他手上拎着的蛋糕，心中跟明镜一样。今天不仅是他的生日，还是七夕节。青州，我说了很多次，燕青只是我的妹妹，她那么多年待在国外，回来了，我当然要好好照顾照顾她。看着她神情愈发激动，我伸手止住，别跟我解释，我们已经离婚了。说完，我扭头想走，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腕，言辞激烈，指向肖老板：老婆，你今天就算是找野男人，我也认了。只要你跟我回家，我什么都不怪你。你放尊重点，这是我的客户，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还有，戴绿帽这种事情是你最擅长的，我可做不出来。我一把甩开他，见他还想往我身前凑，肖老板挥了挥手，立马来了几个黑衣保镖，控制住袁家明。你干什么？放开我！青州，老婆，你不能不要我和圆圆呐！肖老板又挥了挥手，保镖将袁家明扔出门外。我大口喘着粗气，
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肖老板见我这副模样，派人将我送回公司。一回到公司，我就来到周总的办公室，跟他说道：“周总，国外那个项目让我去吧，我可以完成。”周天骄盯我看了几眼，拍拍我的肩膀，点了点头，呢喃道：“哎，这么好看又有能力的姑娘，怎么就遇上个渣男呢？”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行李下楼，又想起还有一份档落在袁家明的另一个房子中，只能耐着性子又去一趟。刚按响门铃，房门陡然打开，袁家明一把将我抱入怀中：“老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和圆圆的，你终于回来了，我想死你了。”我紧皱眉头，不断挣扎，一脚将他踹开：“保持距离，你别多想。我只是回来拿一份档。”当我看见房中的景象，不禁有些傻了眼。只见地板上满是外卖盒，厕所发出阵阵恶臭，厨房中的碗碟堆积成山，油污遍地，两人的衣服随意地搭在袜子上，满是污秽。整个房间中难闻的气味交杂在一起。袁圆圆从房间走出，面黄肌瘦，头发打结，双眼无神，像是逃荒的难民一般。当初在我的精心照料下，袁圆圆白白胖胖，从头发丝精致到脚指甲，像个小公主。我这才走几天，两人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一身狼狈，憔悴不堪。袁家明提着一个袋子走上前，从中拿出一个金项链，双腿一弯，直直跪在地面：“青州，不管说什么，都是我错了，这是我对你的补偿。没有你，我们真的不习惯。老婆，我再也不闹了，只要你能回来，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走之后，公司策划项目出现纰漏，损失了好几个亿，老婆你帮帮我吧。之前我在家中除了干活，还经常挤出时间为他撰写策划案和项目规划。现在没了我，他跟他那个危在旦夕的公司一样，什么都不是。”袁圆圆也学着袁家明的样子，扑跪在我身前，抱着我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妈妈，圆圆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会说你不好了。圆圆现在天天都没衣服穿，被同学们笑话，还有肯德基和游乐园，也不好玩了。妈妈，圆圆只想让你回来。”两人都苦苦哀求我留下，我当然不会答应。袁圆圆想要的无非是虚荣心和宠爱，她求我回去，不过是为了有人照顾她、宠爱她。不过1个月，她一定又会恢复成这样的嘴脸。袁家明求我回去，无非是为了自己的良心。我若是回去，他便又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和宋燕青之间的暧昧，他又可以高高在上，将我像保姆一样对待。这两人各有各的算盘，我怎么会不知道？我看着两人挡在我身前，面色一沉，严肃说道：“我的航班要来不及了，你们要是再挡在我面前，我不介意报警。”听我这么说，两人有些被威慑到。我趁着两人愣神的时间，匆匆朝外走去，坐上公司安排好的车，动作一气呵成。袁家明也不依不饶，一路上紧紧跟在车后面，怎么甩也甩不掉。到了机场，我以最快的速度下车，进入安检处。袁家明和袁圆圆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想冲进安检处。老婆，老婆，我求你别走！一旁的保安一拥而上，将袁家明摁住。袁家明不死心，满眼通红，不断挣扎。保安将他放倒，面颊死死贴在地面。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现在跪在地上，面颊挨地，眼泪汗水齐下，挣扎着抬眼看我。袁圆圆也被保安死死拉住，跪在地面撕心裂肺喊着妈妈。我不以为意，以前他们有多么高高在上，现在就有多么低贱卑微。那一瞬间，
心中的郁结缓缓消散，看着二人不舍的眼神，我再也不会有任何动摇，身上猛地一轻，再也没有任何羁绊牵挂。我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他们眼中，二人的呼唤声愈发嘶哑，直至保安将他们拖出去。到了国外后，我整个人神清气爽，不再害怕整日被人打扰。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和超强的个人能力，拿下了这个项目策划。我先前了解过，袁家明为了拿下这个项目的策划资格，基本上将整个公司的心血都投入其中。先前他们公司的发展如此迅速，我确实功不可没。现在没了我，他们公司连一个项目策划的资格都竞选不上。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袁家明他们公司破产的结局。过了几天，我突然接到国内警方的消息，他们给我发来一段视频，画面中是宋燕青和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进行对话。接着，警察又发来一段音频，我听清其中的内容后，心脏如被人捏住一般，疼得喘不上气。不是让你撞沈清洲吗？你怎么撞的是他妈？废物东西！你这样我怎么上位？怎么卷走袁家明的钱？燕青姐，谁知道那个老女人一下扑上来，把沈清洲推出去了。算了，撞了就撞了，死了最好。你赶紧出国去，别让人发现。我的指甲深深嵌入肉中，却丝毫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原来我妈妈的车祸真的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沈燕青谋划的。本来变成植物人的应该是我，沈小姐，这起案件属于恶意人为。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抓捕视频中的两人，给你一个交代。纵使心中对沈燕青的怨恨在深，我也不能做些什么，只能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无声的眼泪缓缓流下，一个人看着空荡荡的酒店，万千情绪涌上心头，饱含对家人的思念。为了暂时遗忘痛苦，我将全部精力投身于国外的项目中。一眨眼就过去了几个月。这天刚开完会，我走出会议室，准备打车回到酒店。没走两步，就看到袁家明和袁媛媛衣衫褴褛、破破烂烂地出现我面前。见到我，他们猛地跪下，不断磕头道歉，祈求我再看他一眼。青州，宋燕青那个贱人骗走了我所有的钱跑了，公司竞标项目也失败倒闭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求求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妈妈，你别不要圆圆了，圆圆不想回到孤儿院。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了，妈妈。听到这些，我瞬间明白，看来是宋燕青知晓了警方在逮捕他，卷走了袁家明的钱跑了。袁家明的公司也因为竞争国外这个项目失败，破产倒闭。现在看他确实一贫如洗，满身污秽，就像街边的一个乞丐。袁家明，你现在的处境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还有袁媛媛，我将你从深渊中拉出，你却反咬我一口，当个白眼狼。我叹了口气，沉重地说道：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们。说完，我甩开抓着我裤腿的袁媛媛，任凭两人跪在地上哭泣忏悔，没有一丝悲伤和难过，转身离开。他们或许受尽白眼嘲讽，又或许饿死街头，总之不管怎样，与我无关。在回酒店的路上，我接到了国内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宋燕青在逃跑的过程中遭遇车祸，当场死亡。我看着警察发来的照片，照片中宋燕青浑身鲜血倒在地上，她全身怪异地扭曲着，脑浆源源不断地流出，车身掉落的金属利器扎穿她的喉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袁家明每日都在公司门口堵我，求我施舍给他一些吃食，求我提供给他一个住处，求我帮他摆脱现在的处境。
他带着袁媛媛整日游荡在桥洞下，桥下的那些乞丐对他们百般羞辱折磨，将排泄物撒在他们身上，拿砖头砸他们，强迫他们吃死老鼠，剃光他们的头发。总之，连只路过的狗都能咬他们2口。不到1个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身影。听过路的行人说，桥下有一对妇女乞丐被活生生冻死，死的时候尸体梆梆硬，嘴中满是腐烂臭物，没人管他们，就被警察扔到河里去了。我回想着婚后8年所受的委屈折磨，沉重地吐出一口浊气。这样的结局，也算是他们咎由自取。先前他们嗤之以鼻的生活，成了现在他们遥不可及的梦。终于，一切结束了。回到酒店，我将自己埋进枕头中，沉沉地睡去。再次醒来，看见银行卡上多出的100万项目奖金，疲惫全部散去。我抬头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难得拥有好心情。生活还在继续，接下来的时间，我只想为了自己而活。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我出了轻微车祸，在家族群里刚说完出车祸3个字，下一秒就被移出群聊。我妈打电话向我诉苦：“你出车祸不能上班，房贷怎么办？真是愁死我了。治病要花很多钱，不行你就放弃治疗，钱留着还房贷，要不然你哥一家没地方住。你要是不同意，就和我们断绝关系。这一家人住着我买的房，却要和我断绝关系。”我握了握手里的8000万彩票，断绝关系，还有这种好事？我妈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可没有一句是关心我的。一番话下来，我心痛如刀割，身子不由自主地发抖，浑身上下充满寒气。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补贴娘家，每个月雷打不动交3000块钱当家用。在我工作的第3年，我妈突然哭着跟我说，弟媳容不下她和我爸了，问我能不能买一套房子。我家只有一套老破小，弟弟和弟媳正在备孕，家里格外拥挤。那时我只有一些存款不够买房，爸妈整天以泪洗面，我实在是心疼，硬着头皮贷了一套房子，家用和房贷压得我喘不过来气。好在1年后升职加薪了，房子装修完，弟弟和弟媳迫不及待搬了进去。爸妈解释说谁住都一样。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为了爸妈只好隐忍下来。可现在我出了车祸，我的家人没有一个人过问，这就是我的好家人。原本还想和他们分享我中奖的喜悦，现在我独享这份喜悦。我只需要留院观察1天，明天就能办理出院。夜里，我躺在床上思考人生，被家人抛弃，说不难过是假的。不过，我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他们只爱我的钱，从今往后我也只爱我的钱。我兑了彩票，奢侈一把，住进了 VIP 病房。门外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妈，他能住进 VIP 病房，撞他的人肯定有钱，你可得让他把房子过户在朝阳名下，再让他打个欠条，不然我和朝阳没法要孩子。”哎呀，你小点声，谁知道他睡没睡着？弟弟张朝阳和弟媳王柔的对话，一字不差落在我进我的耳朵。他们不确定我是否睡着，但肆无忌惮，大放厥词。现在白住我的房子，还想将其占为己有，从头到尾没把我当人看。我被气得发抖。那头传来敲门声，我佯装镇定，躺在床上装睡。敲门声持续了5、6分钟，随着啧的一声，他们推门而入。我妈拍醒我，我装模作样，揉了揉睡眼。怎么了？那个，你出车祸，我们不是来关心你吗？你弟和小柔刚下夜班，马不停蹄赶过来了，撞你的人
赔了多少钱？关心的话才一句。我妈迫不及待暴露此行的目的，老头撞完我就跑了。我被一个好心车主送到医院，那车主打气，帮我垫付了一部分费用。医生说我得长期治疗，我打算把那套房子卖了。我妈身子明显一怔，其余人面露不悦：谁叫你卖房子了？你卖房子怎么不经过我同意？我妈尖着嗓子冲我喊。我最怕她这副模样，她心知肚明，经常用这招拿捏我。这是这次她的算盘要落空了。我的房子我想卖就卖，大抵没想过我会反抗。空气沉寂2秒，随后如同火山爆发。我是你妈，你的事必须经过我过问。离开家才几年，翅膀变硬，也不能不孝顺吧？传出去不怕人笑话。我妈和张朝阳同时开口指责我，我冷笑一声，肯姐就是孝顺了。你是我妈不假，我出车祸你怎么不管？我用2句话把我妈和张朝阳对得说不出来话，瞧见我真生气了。我妈态度软下来，苦口婆心：闺女，妈不是这个意思。你出了车祸，虽然工作不错，但以后再想贷款买房可就难了。妈怕你房贷还不上成了黑户，你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再给你弟打个欠条，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乍一听好有道理，细想一想，这不是理直气壮吃绝户？那我之前还的房贷，让赵朝阳转过来。我妈瞬间变了脸色：你弟吃亏给你还房贷，你还敢得寸进尺？那算了，我见不得家人吃亏，房子我要卖了。王柔噌的一下冲到我面前，叉腰怒火：有了房子我才会给你家传宗接代，你现在什么意思？不想让你弟传宗接代？你对得起张家祖宗吗？我耸了耸肩：绝户才好。我看你是想气死我。你咋能说这话？你爸在外地干活，为的是谁？我妈抚着胸口诉苦，把这些年花在我身上的钱一一列举出来。她说了半天，我听了半天，发现爸妈花在我身上的钱，单次没有超过200块钱的。我的大学所有开支依靠助学贷款和兼职解决。我妈描述的有多凄惨，我就有多心疼以前的自己。懂事的孩子没有糖吃。我妈讲累了，停下嘴巴。我不紧不慢道：为了谁呀？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是我弟，跟我有什么关系？爸妈从小给我灌输家里穷省点花，我花1分钱也会内疚自责。而张朝阳从小到大被富养，1000块钱的球鞋他都嫌个脚。不是爸妈重男轻女，是这个社会对男孩要求太高了。爸妈对你的爱不比朝阳少。我妈说罢，从果篮里拿出来一个苹果削皮。真的吗？我始终相信，钱在哪里，爱在哪里。口头的爱，我能表示一大堆。我冷嗤道：妈，我爸开工资了吗？医院费用我还没结，能不能借我点？愁死我了。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借后续的手术费。话音刚落，我妈手上的苹果掉落在地上。我和你爸的日子难过成这样，我也想给你钱，可哪有钱给你？我妈抹了抹眼泪，愁眉苦脸握住我的手。我把手抽出来，那我只能卖房子。看着与最初的算盘越说越远，我妈火气上来，没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房子你不能卖，出院了就和你弟去换户主。你要是不同意，就当没我这妈，干脆和我们断绝关系。他带着张朝阳和王柔离开，临走时把房门摔得巨响。我是一个听话的人，所以不再认他当妈。第2天出院就联系中介卖房，以我自身能力，肯定撵不走这群吸血虫。就算报警，警察也很难做，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有这一层血缘关系，办什么事都会觉得难。
我简单和中介交代了一下情况，并主动降低房子售价。即使有那一家子胡搅蛮缠，这个价格肯定会有人心动。处理完这件事，我向公司提出辞职。这份工作朝九晚十，内卷很严重。我不止一次和我妈吐槽过，每次我妈都会劝我忍一忍。她说：“现在社会就这样，内卷很正常。我还年轻，不能躺平享福。”她特意强调，张朝阳和王柔没有好学历，在厂子拧螺丝，工作两班倒。我怎么好意思辞职？当时我深受他的噗，认为应该珍惜这份工作，并且充满内疚。张朝阳和王柔因为学历不高受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让他们放弃学习。我妈见不得我比张朝阳过得好，又舍不得我这个免费劳动力。好在我醒悟过来，手机铃声打断我的思绪，不用猜就知道是谁。我接通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急躁的声音：“张英，你真敢卖房子？我看你是疯掉了。有别的事情吗？”“没有。”我挂了。我才不想和他扯这件事。中了8000万，我要好好享受人生。你这叫什么话？我是你妈，你敢用这种态度对我？信不信我打死你？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小柔怀孕了，正是养胎的时候，你赶紧在最高档的小区给我们租一套房子。我的宝贝孙子有差错，我要扒你一层皮。我妈骂骂咧咧，我没好气道：“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你谁呀？管得这么宽？你少放屁！你是我生的，这条命属于我，这辈子都欠我的。你的房子、你的钱都属于我。”我妈在电话那头喊得撕心裂肺，把手机拿远。仍然能听清楚，被她这么一吼，我想起这么多年我借给我爸妈的钱。我爸妈爱装面子，每次借钱都会很正式的给我打一张借条，他们只借不还，知道我不好意思要。有一次工资延误，我刚还完房贷，身上实在是没钱，便跟我妈提了一下借条的事情。我妈立刻翻脸，对着我大吼大叫。她说她生了一个白眼狼，她命好苦，什么品种的白眼狼，会每年给她续美容院的卡，把这么多年借的钱还我。我妈沉寂1秒，提高了分贝：“我真是给你点脸了，你这个丧门星滚远点，敢让亲妈还钱，怪不得会出车祸。”我妈暴躁地挂断电话，从未想过至亲的人会咒我死。不过我会借着这话活得越发光彩。我知道我妈不会还钱，这只是我找到借口，好让她远离我。就是这钱她不还也得还，我会去法院起诉她。我中了8000万，拒绝采访和捐款，倒不是我小气，而是怕引狼入室，身怀巨款，得加倍小心。闺蜜今天结婚，我作为伴娘参加婚礼，在婚礼上，我遇到了我妈和王柔。我和闺蜜从小就认识，两家也离得很近，但我爸妈和闺蜜妈妈的关系很差。闺蜜爸爸在很早之前就去世了，巷子里的人都传是闺蜜妈妈克夫。我妈觉得闺蜜妈妈晦气，闺蜜家条件不好，小时候我经常把零食分给闺蜜。虽然没少挨我妈打，但好歹保住友谊，他们会来。在我意料之外，婚礼结束，我陪闺蜜清点没用完的烟酒，我妈和王柔在打包剩菜。瞧见我，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新婚大喜的日子，你竟然敢邀请这种丧门星？他能随得起礼？王柔将我从头到脚扫视一圈，露出厌恶。我妈帮腔道：“瞧见这晦气东西，我饭都吃不下了。”闺蜜自然不会容忍我被欺负，她把我护在身后。我妈板着脸，啧了一声：“我一直以为是你妈克死了你爸，但现在看来是你这个小扫把星克死的。”妈，别说这话，和白眼狼玩幽到一块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王柔和我妈一唱一和，说完这种话，相互对视，大笑起来。我看他们才是烂鱼臭虾凑一窝。闺蜜身子微微发抖，我站到她身前，哎呦，那场车祸怎么没把你撞死？你还装起来了。再次听到这种话，我没有为此心痛，有的只是厌恶。我妈和王柔的声音很大，吸引不少视线。闺蜜老公带着他的朋友往这边赶来，我妈挺直了腰板，新郎来得正好。我问问你，这丧门星随了多少？他能拿出500，我都高看他。新郎没来得及回应，他的一个朋友突然窜到我面前，我仔细看，发现他是缠着我捐款的记者。500，你们知道他中了多少钱吗？500对他来说什么也不算。我妈鄙夷道：“真搞笑，他这么晦气还能中奖？你是他雇来演戏的吧？”记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大声喊道：“他可是中了8000万，8000万呢！你平时谎话连天就算了，怎么还让别人帮你一起说谎？我怀疑你的工作不正经，赚的肯定是脏钱。”王柔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嫉妒，和我妈一样。换句话说，那个家没有人真心盼我好。记者得知我妈的身份，开始劝说我妈，他想让我妈劝我捐款。我妈从一开始的完全不信，转变成将信将疑。等他们结束交谈，我早到家了。闺蜜和我说，我妈确信我中了8000万，跪在地上捶胸口，直言我抢了张朝阳的财气，中8000万的应该是张朝阳。我和闺蜜吐槽几句，站起来环顾四周。王柔和我妈想住的高档小区，我给自己买了一套。之前我被房贷和家用压得喘不过来气，公司周围房价不低，只能退而求其次，把房子租偏一点，每天通勤3个小时，苦不堪言，根本没有精力享受生活。现在有钱有时间，我得好好享受。我一口气把之前舍不得买的奢侈品都买下来，正沉浸在喜悦中，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张英，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中了8000万瞒着家人，好意思吗？你赶快打过来7500万，你留500万就行，小姑娘不需要花啥钱。”朝阳要买辆玛莎拉蒂，小柔看上一套别墅。我妈陆陆续续说了一大堆，等她说的口干舌燥，突然意识到我没回过她一句话。你别给我装死，信不信我现在找到你，把你打得半死，都到这份上了。我妈对待我和对待牲口没任何区别，我在她眼里压根不是人。我把想买的东西都买下来，漫不经心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初你说要弟弟，我才和你爸生的朝阳，怎么跟你没关系？讲个实在话，就应该你养朝阳。”原来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会笑出来。明明是我爸妈重男轻女，不满足只有我一个女儿，顶着计划生育的压力，强行要了2胎，现在居然说是我想要弟弟，离谱极了。我沉下眸子，我的钱就算全捐出去，也不会给你们花。我打算出国旅游，5年后再回国。5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但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敢？你信不信我起诉你？反正朝阳和小柔没钱，我和你爸就指望你养老了。你现这么有钱，我和你爸要住最好的养老院，每个月生活费不能低于10万块钱。无论我说什么，我妈总能归队到我出钱这个事情上。她真是想尽办法吸我的血。我清了清嗓子：“朝阳妈，养儿防老。”我嘲讽完便挂断电话，不给我妈发飙的机会。找人咨询有关签证的事，再托熟人找个靠谱律师。现在的我只想好好享受生活，不想让那家人占据我的大好时光。我搞定不了这群无赖，但法律肯定能解决。我忙着这些，
将无赖们全都拉黑。闺蜜突然给我发来消息，我妈让闺蜜转告给我一句话，她要求法院起诉我，并且会找电视台曝光这件事。我这边早就联系好律师了，随便我妈怎么折腾，出国旅游暂时搁置。我退而求其次，选择国内旅游。2个星期我还没出省，只能感叹一句：地大物博。在此期间，我妈和我弟从没有放弃联系我，甚至不停换号联系我，从怒骂到卖惨，再到诅咒。他说，当初那场车祸就应该把我撞死。我回复了这句话，直言不讳告诉我妈，我早处理好与遗嘱相关的事情，我意外死亡，他拿不到1分钱。又过了2个星期，7大姑8大姨开始联系我。我爸在工地被砸伤，保守估计治疗费用大概是100万，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初我出了轻微车祸，我爸上一秒还在群里聊天。我不信，他不知道这件事。他在外人眼里是木讷老实的，还有一个强势的妻子。我小时候不懂什么是重男轻女，爱和张朝阳争宠，说是争宠，不过是想受到和他同等的关爱。可我妈见不得，每次我和张朝阳打架，她都会拿拖布杆抽我，她很用力，打得我浑身发麻，次数多了我怕疼，不敢和张朝阳争宠。我妈在我小时候总会得意洋洋地和邻居分享这件事，她说我是一个贱皮子，欠修理。在我长大后，我某次提起这件事，我妈又换了副嘴脸。她说我跟亲妈记仇。至于我爸，每次看到我被打得撕心裂肺，他不赞同也不阻止，默默地端着饭碗走出去。隐形的家暴就不算家暴吗？他从未说过一句别打了，我还是回去了。倒不是因为我爸的病情，我妈每天都要带着我弟和王柔去我闺蜜家闹事，她想用这种法子逼我现身。我不想给闺蜜添麻烦。再次见到我时，我妈瞧见我容光焕发，冷哼一声：哎呀，这是我家大富豪，有了钱六亲不认。面对我的妈的阴阳怪气，我笑着回应：哪有六亲不认，我做了很多好人好事。张朝阳来到我面前，眼里是嫉妒夹杂着愤怒。张英，你真他妈下贱，有钱不给弟弟买车买房，给外面的人花。瞧见张朝阳的脸，我就犯恶心。我强忍着恶心，微微皱眉，手脚不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脸就算了，你的脸太贱。这是我第一次嘲讽张朝阳，他哪受得了，当即抓住我的衣领：小贱蹄子，跟老子好好说话，信不信我揍死你？我还以为张朝阳只会藏在我妈身后占便宜，没想到还是一个爱面子的超雄。我没来得及开口，警察破门而入，把手放下。这场谈判，我妈要求我只能一个人参与，闺蜜不放心，带着她老公偷偷跟上来。到达现场，发现门被反锁，并且屋内不止我妈和张朝阳，她敲不开来门，只好报警。在警察的喊叫下，屋内出现6个大汉，我面前维持镇定，后背却发凉，不敢想象警察要是晚来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你当成把房卖了，我们不肯搬走，那卖家就是用这种法子对付我们。你知不知道我那几天过得多惨？现在我不过是以牙还牙，你就受不了了。我说当初我妈和张朝阳怎么会搬走，原来是因为被恐吓了。看来对付无赖的只能是最无赖。最可笑的是，我妈以我爸治疗费为由把我带到这里，从头到尾她和张朝阳没提起过一句是我爸病得太轻，还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不过那种情况我都会放弃治疗。坐上警车，我悬着的心才松懈下来。那6个大汉是张朝阳雇佣来的人，
但我妈和张朝阳之前因为去我闺蜜家闹事，再结合这件事，喜提15天拘留。我妈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恐吓他一下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接受他贿赂了？早知道他这么畜生，我当初就应该把他溺死。我妈看我的眼神跟看仇人一样，她突然崩溃，冲到我面前。我告诉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我出来，我还要去他家坐坐。我妈口中的他，指的我闺蜜。我笑了笑，恐怕不行了。我在王柔喜欢的小区给她买了一套房子。我妈心理防线彻底被我击溃，她跪在地上捶地：“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我一定会弄死你！”气人的目的达到，我转身离开。在回家的路上，接到医院的电话，我爸快不行了。我妈和张朝阳进了局子，王柔肯定不会管这事。我不想给医院添麻烦，决定去看一眼。我看过去时，我爸那边的亲戚已经来了很多，他们瞧见我来，如同蝗虫一样，把我围在正中间，不是跟我分享我爸的情况，而是叫我给钱。我妈和赵朝阳看我爸生病严重，决定放弃治疗，心思都花在我身上，每天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拿钱。我爸这边，王柔不肯照顾，我妈不舍得花钱请护工，便开始哄骗亲戚，承诺亲戚等我回来给钱，并且高于市场价好多倍。我烦躁地推开他们，来到我爸床前，因为这场病，他消瘦不少。闺女，爸快不行了，你妈妈和朝阳呢？被拘留了，我送进去的。我话语刚落，全场陷入寂静。我爸瞪大眼睛，剧烈咳嗽一番，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闺女，这事爸不怪你，你只要答应我，照顾好朝阳，你得给他买车买房，帮他照顾孩子，一定要让咱张家开枝散叶。我撇了撇嘴，别在张朝阳身上操心了，我是不会管的。你还是想想你自己的后事怎么办。我爸只在意张朝阳，把我当成滋补张朝阳的机器，他不在意我，我也不会在意他。别想用死来道德绑架我，不知道我这个人一向缺少道德吗？我爸被我气得说不出来话，周围的亲戚自然是要为他讲话。哪有当闺女的祝亲爹去世的，还有脸说不帮扶弟弟？生他不如生块叉烧。你和你弟是一家人，你帮你弟天经地义，你忍心看你弟落魄？我仿佛被一群野狗包围，这群野狗对着我狂吠，不就是仗着人多欺负我？对于这种小团体，最好的办法是叫他们起内讧。我和我弟关系不和，我死后财产归谁呢？我的声音很轻，却让人群安静下来。他们巴结我妈和张朝阳，无非是指望张朝阳从我这拿钱后，他们从张朝阳那里拿钱，俗称二手交易。但现在我提出来一手交易，这对他们来说极具诱惑力。小英这孩子从小孝顺到大，他跟老张说这话没啥问题，老张就得把心放在自己身上。你看看我孙子，可乖可听话了。哎呀，你别说那话，小英，你还记不记得我？你小时候被你妈打，我劝架来着。我孙子学习好，他们喋喋不休，为我介绍他们的孙子。过了10分钟，全场安静下来，他们等待我表态。我刚想开口，却被我爸抢先一步：“你们滚开！那8000万是我儿子张朝阳的，真是爱子心切。”我爸仅剩的一口气都用在张朝阳身上了，生怕张朝阳花不到我的钱。钱是你闺女中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重男轻女那一套？小英，不是阿姨跟你告状，你爸妈经常在家族群里炫耀，你跟个二傻子一样，要钱就给，怕我不信。这个阿姨把手机递到我面前，除了我被踢出去的家族群，还有另外一个家族群，他们在这个家族群聊的不多，
但只要聊天，我爸妈都会出来。我妈一上来就说她很愁，这个月又被克扣家用。我爸也会诉苦，认为我不承担当姐姐的责任，不给弟弟买车。他们就像吸血虫，每天都在研究怎么吸我的血。张朝阳是我生的吗？是在给我传宗接代吗？我爸妈很会为重男轻女的行为开脱，他们说天堂我弟是社会现状造成的，他们也是被逼无奈。可我出生的时候还有计划生育，明明劝不生，他们却硬着头皮生，再把责任推到社会头上，因为只靠自己的努力给儿子买不起车和房，便打起女儿的主意，真会白日做梦。一亩三分地4，有什么好传宗接代的？物竞天择，不如消亡。我爸没想到亲戚们变脸速度这么快，被气得脸色发白。他支支吾吾，想说话却说不出来，两眼一闭，一命呜呼。亲戚只想贪财，不想闹出人命。意识到我爸去世，立刻转变态度，嘴里嘟囔着节哀顺变。老家封建落后，还在流行土葬，我才不管这么多，直接把我爸送去火化。事后，我本想把他送到就近的墓园，转念一想，这可是我尽孝的好机会。我把我爸送到本市最贵的墓地，大张旗鼓为他办了一场追悼会。这一趟下来，花了20万。等这件事结束，我妈和张朝阳也从拘留所出来了。得知我爸被我火化，张朝阳在家族群里我。上次一些套近乎的亲戚把我拉回家族群，并且给我一个管理：你个贱东西，不孝女，谁让你把爸火化了？土葬才是老家流行的，葬礼应该由我主持。你一个小姑娘，凭什么主持？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把骨灰盒给我挖出来，要么赔偿我1000万。我这边还未表态。一个亲戚张朝阳，现在国家实行火葬，你敢土葬吗？小英为老张办葬礼花了50万的时候，你在哪里？小英，你比孝顺多了。我张朝阳把我爸所在的墓地地址发送给他，顺便给帮我说话的亲戚发了一个专属红包。张朝阳立刻我吃里扒外的贱东西。他消息刚发出来，在潜水的亲戚纷纷站出来他为我说话。这下张朝阳体会到了被围攻的感觉。我妈看不下去，站出来为张朝阳说话。她警告亲戚不要多管闲事，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我妈舌战群儒，以1敌100，亲戚人多也没吵过她。最后亲戚们受不了了，把她踢出群。我趁张朝阳还在群里，发了很多大额红包让亲戚抢，主打一个气人。我妈托亲戚带话，她要起诉我。如果我不想被起诉，每个月需要支付给她5万块钱当养老金。我又不是庙，她跟我许什么愿？她要起诉就起诉，正好我也要起诉她，到时候算下来，谁给谁钱可没准。我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我还要起诉我还钱。我没收到法院的传票，我妈先收到了。我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50万，你就算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指望我还钱，下辈子吧。我压根没指望我妈还钱，因为她就算有钱，也不会还给我。对她而言，我的钱就是她的钱。我一开始打算以后互不干扰，我会尽法律义务。但我妈越发不要脸，想尽一切办法吸我的血。你不还钱会变成老赖，到时候你的宝贝孙子可不能考公了。在我小时候，我妈就念叨着张朝阳是青龙命以后能当大官。现在的张朝阳不说当官，连厂子班长都没当上，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从一句男孩子开窍晚延伸到末期老年穷。你少诅咒我宝贝孙子，
我妈说不出反驳的话，只能从道德上挑剔我。她还在盼望她未出生的宝贝孙子。开庭这天，我妈和法官疯狂卖惨，要是只听她的一面之言，我是一个十足的不孝女，骂长辈打弟和负弟媳。为了争夺更多的赡养费，我妈甚至搞了一个伪造病历。她谎称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化疗吃药很费钱。可惜，她的算盘要再次落空。我现在没有工作，也就是说没有固定收入来源，5万块钱的赡养费称得上是天价了，并且我要求张朝阳和我共同承担赡养义务。我妈大费一番周折，发现只能拿到每月200的赡养费，当场崩溃。她直接坐在正中间，疯狂自扇：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造了什么孽，才会被女儿这么对待？女儿，今天妈把自己抽死，你能不能原谅我？我冷眼旁观，任由我妈演戏。张朝阳和王柔走到我面前，把妈逼死，你满意了？不是我这个当弟妹的说你，我身为儿媳妇都没让妈哭过，你是亲生女儿，看得下去。我轻笑一声，这才哪到哪，一会还有一场官司，搞不好他要倒给我钱。你们这么孝顺，怎么不去把他扶起来？道德绑架谁不会？你真畜生！张朝阳暴怒，对着我挥拳，他的拳头在离我2厘米的地方停下，这一拳落在我脸上，没有2万下不来。你这么有钱，还要讹人，活不起了！张朝阳放下拳头，口头攻击我，随他怎么说，一会儿还有惊喜。她是我女儿，她所有的钱都属于我，凭什么要求我还她的钱？我妈肯定不会还我钱，问题不大，必要的时候我会申请强制执行。她名下的那套老破小大概率归我了。我妈当初蛊惑我买房，王柔嫌弃老破小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王柔惦记那套老破小的署名权，她想让老破小当夫妻共同财产。那套老破小被我妈誉为生命一样的存在，即使她搬进了我的房子，也舍不得把老破小租出去。所以我妈并没有把老破小过户给张朝阳。有句话说得好，做人留一线，以后好相见。所以我妈不来打扰我，我不会申请强制执行。2个诉讼结合在一起，我每月向我妈支付和张朝阳一样的赡养费。我妈不来找事，我不会强迫她还钱，这对我妈来讲很划算，但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张英，你做事怎么绝，就不怕遭受天打雷劈吗？你信不信我让全国人民看见你丑恶的嘴脸？看来我妈是想让引诱网友网暴我，随便她。我妈不但在网上揭露我的恶行，还找了一个记者采访她。畜生，中奖8000万，拒绝赡养父母，还让亲生父亲放弃治疗。我妈不愧是表演型人格，在镜头前泪如雨下。她为了增加民愤，编造出全家人供我上学的谎言，白眼狼小仙女成为我的专属标签。我妈生怕我看不到网友对我的评价，特意嘱咐亲戚截图给我看。这就是所谓的新时代独立女性。老子见多了，她必遭雷劈，法律一定要严惩这种畜生。网友对我进行人肉，我的隐私全部暴露在网上。张朝阳给我发来短信，现在给我转过了5000万，我就去网上帮你澄清，3分钟内回复我。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反手这段话截下来，报警。这涉嫌敲诈勒索，事情发酵至今，有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在网上发布了已报警。随后接受了一个记者的采访，演戏谁不会？况且我手里还有证据。面对记者采访，我只讲实话。当这个采访视频被发布，全场哗然。我从白眼狼变成了血包，
语言会骗人，但是转账不会。我一次次转账累计出来的50万，我妈看了，难道就一点感觉没有吗？不过无所谓了，这件事会是我们最后的交集。不久后，张朝阳和我妈故意在网上抹黑我，涉嫌网暴被拘留。我妈提出见我一面，被我拒绝了。我把这一切交给律师处理，办好签证，打算出国散散心。这场网暴对我的影响不小。闺蜜和我说，我妈和张朝阳被判了3年，2年后我才回国。听说我妈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我妈把老破小卖了，并且把欠我的钱还我了。不过这个行为是被迫的，她从未放弃联系我。我心很硬，没在这事上犯糊涂。我和我妈唯一的联系就是银行卡，去了很多地方。我深深意识到，年轻应该享受生活。至于我妈扑我的话，我选择释怀放过自己，但不代表我会遗忘。每当想起，我都会加倍对自己好，毕竟生活是自己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上一世，儿子儿媳结婚生子，我出钱出力，却惨遭嫌弃，被赶出家门。最后保姆弄丢孙女，他们竟指责我只顾享福，不来照管孙女。我不堪流言，最后自杀。所幸我重生了，这一辈子我定要当个恶婆婆。妈，您喝茶。妈，您喝茶。儿媳妇李玉和儿子周宇笑意盈盈地在我面前跪下，然后递过来茶水。我恍惚了一下，再看看满屋子的宾客，很快明白过来，我重生了，且重生在他们结婚摆酒的这一天。而现在正是刚接完亲回家，到了给男方爸妈敬茶的环节。我老伴走得早，这个儿子全是我一人拉扯长大的。可想到前一世的场景，我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然后接过茶水。李玉见状，趁机起来附在我耳边说道：“妈，那彩礼钱我就不从娘家带回来了呀，我妈给我。”我突然想起上一辈子，李玉的家人只给她备了2条花棉被当嫁妆，寒酸得很。我怕她婚礼被人看不起，敬茶时候直接送了她4个大金镯子。此刻，我攥紧手中首饰盒的带子，半开玩笑地打断她的话：“玉儿呀，你说说，你妈这算是卖女儿不？”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场的宾客都能听见。李玉脸色瞬间变得难堪，周瑜紧张地拉着我的袖子：“妈，你瞎说什么呢？”我抿了口茶。没啥，就随便打趣一下而已。我想亲家母和玉儿都不会计较的，是吧？玉儿，李玉没说话，可委屈的泪水却盈满了眼眶。周宇继续打圆场：“妈，你不是给新娘子准备了礼物吗？”一听到还有礼物，李玉的眉眼又舒展开来。“哦，你是说这个吗？”我从袋子里拿出那4个龙凤镯。李玉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可是我听人说呀，养儿不防老，还不如多买些金子放在身边来得好。上一辈子，我这个软弱的儿子就被李玉拿捏得死死的，家里的钱恨不得全拿出来帮补李玉那个吃人血的原生家庭。我说他还觉得是我不理解李玉，看不起他。最后女儿丢了，他竟然也跟着其他人一起指责我，污蔑我。然后万念俱灰下，我选择了自尽。李玉落了满脸的泪，瞪了我几眼，便提起裙摆准备离开。周宇拼命朝我使眼色，试图让我挽留一下李玉。我全当没看见，重来一世。我是想明白了，能靠的人只有自己。这个婚结不结得成，又与我何关呢？不过我倒是低估了李玉的脸皮。晚上的婚宴，他还是来了，并且还不计前嫌的亲密地挽着我的手，向众宾客敬酒。不过我自然是知道李玉为什么忍辱负重，也要坚持把婚礼办完。
因为我之前承诺过，等他俩摆完酒了，就把新房过户给周宇，然后也加上李玉的名字。毕竟，以前我觉得这么好一个姑娘嫁到我们家来，总不能亏待了她。现在想想，真是要被自己蠢哭了。果然，婚后的第2天，李玉就开始在餐桌前旁敲侧击房子的事了。妈，您是不是最近事太多了，都忘记？事挺多的，不过你们也帮不上忙。我低头喝着小米粥，看也没看李玉一眼。李玉吃瘪，又不好发作。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周宇发话了：“妈，您不是说等我和玉儿摆完酒，把房子过户给我们吗？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新房卖了，然后重新买个大的，把您接过来住着也宽敞舒心些。”是呀，况且周宇和我都有公积金呢，咱们再换个大点的房子，还贷压力也不大的。妈，您说是不是？李玉走到我身旁，亲密地挽住我的肩膀。我抽出手来，望着李玉，过户这事不急，反正呀，我就周宇一个儿子，这房子早晚都是你们的。我看向李玉，对了，玉儿，你妈当时说要30万彩礼，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说办完婚礼会给0万回来当你们小家庭的启动资金呢。那现在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你家出什么事了？我指着她陪嫁的那2条花棉被，那棉被质量差，到处飞絮，被我晾在阳台了。李玉脸憋得老红，却说不出一句反驳我的话。周宇坐到我身旁，妈，这不是当初您答应了房子过户给我，顺便加上玉儿的名字吗？咱们总不能说话不算话。我又看向周宇，猛地发现他头鬓角处长了不少白发。关心的话还未说出口，又想起上辈子的事情。我看着完全被洗脑的儿子，摇了摇头。那他们家还答应返还0万块彩礼呢，我现在可是1毛钱都没见着。妈，周宇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妈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别人守信用，我自然也守信用。啥时候那10万块给回来了，咱们再说过户的事。妈，你……李玉话还没说出来，就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周宇最吃这一套，李玉一哭，他啥都由着李玉来。可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对这种场景已经感冒了。上一辈子，我就是把房子过户给他们了，可是贷款还是我还。最离谱的是，后来李玉的弟弟李申看上了我们学区的幼儿园以及附属的小学、初中，他居然要把他才刚满2岁的儿子的户口转过来这个新房。更离谱的是，李玉不和我们商量，擅自做主把他侄子的户口迁了过来。他可真是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女儿着想。侄子在这边上学，那自己的女儿去哪里上学呢？一套住房只能供1户家庭的孩子申请学位，而房屋锁定时间一般都是6年。我那时候居然还心软原谅了他，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敲了敲桌子，我今天回去老房子住，就不掺和你们小年轻的事了，新房你们就自己住吧。哦，李玉突然急急跑向厕所，吐了起来。玉儿，你怎么了？周宇也着急忙慌地赶了过去。过了会，他俩才出来。李玉脸色苍白，但周宇却掩饰不住的开心。妈，玉儿她怀孕了，您要抱孙子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有点惊讶，毕竟上一辈子她好像是婚后半年才怀孕的。我想了想，我重生回来也没过户房子给他们，那怀孕时间有偏差也是正常的吧。看着周宇鞍前马后扶似李玉坐下，又给他捶背，又倒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从前的我，也是好吃好喝供着他，舍不得他干一点活，生怕他累着。可他还是挑3拣4，这不行那不好的。我念在她是个孕妇的份上，
没和他计较，却生生给自己憋出了轻微抑郁症。这次他俩自己解决吧，我就不伺候了。可安生的日子没过几天，周宇的电话打过来了：“妈，玉儿怀孕了，您看能不能回来照顾她一下呀？她孕反太严重了，胆汁都要吐出来了。”我心里有些犹豫，毕竟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周宇从小被我娇惯坏了，根本不会做家务，更别谈他能照顾好一个孕妇了。你这个老毒妇，就是你害得我女儿被人拐走，我死也不会原谅你。呸！你别在这装可怜，孙女不带，自己却在这享福，凭什么呀你？电视此时正在播放家庭剧，这几句话瞬间让我宕机的大脑回归正常。周宇，媳妇是你的，孩子也是你的，你比我更有义务照顾好他。况且，我话锋一转，你老娘我呀，这腰椎盘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就让我多活几年吧。妈，那可是您的亲孙子啊！我冷笑了一声，哼，李玉不是向来和他妈妈最亲了吗？怎么，这怀孕了还不能住回娘家了？最多请钟点工做饭，我出一半的钱。周宇还想说些什么，但我挂机了。既然善没有善报，那就恶到底吧。很快就到了李玉分娩的日子，就算上一辈子我和他闹得再难看，这医院我还是要去的，这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给的。我到的时候，周宇在产房外焦急地走来走去。妈，您可算来了。今天的产房只有李玉一个人，整个走廊都回响着他痛苦的惨叫声。我皱了皱眉，怎么叫得这么惨？你没让医生给他打无痛吗？哎呀，玉儿她开指太快了，送过来医院时候就已经开了7、8指了，来不及打无痛了。我气笑了，是不是你那丈母娘交代过不能打无痛？她是生怕李玉这生孩子的钱用多了，到时候给回娘家的钱少了吧？上一世我因为听就同事说，现在的小年轻都喜欢剖腹产，嫌顺产问题多，什么子宫下垂、产后漏尿啊等问题的，说他就是因为坚持让儿媳妇顺产，被埋怨了好几年。所以上一世我特地在李玉分娩前给她预定了全市最好的私人医院进行剖腹产，生怕她遭一点罪。可是人家产后说剖腹产那条疤痕太丑了，还说阴雨天伤疤总是隐隐作痛，明里暗里埋怨我自作主张，整天对我拉着一张脸，没有一句好话对我说。周宇突然拼命朝我使眼色，然后又客客气气地越过我。妈，您来了，我就说您最关心玉儿了，小舅子的娃都安顿好了，您大老远过来辛苦了，快坐下休息会。李玉妈妈荷花趾高气扬地从我旁边走过，我刚才可都是听见了。李玉怀孕都是我照顾的，不像有些人啊，真好福气，儿媳妇怀孕了，自己还能到处跑去玩。我看着荷花浑身穿金戴银，一张脸越来越精致，想想肯定花了不少钱在自己身上，而那些钱还不都是我和周宇的血汗钱。我不由又讽刺他几句。亲家，我可是听说了，你坚持不让请钟点工，非要自己给李玉做饭。荷花得意地打断我的话，那肯定，自己的女儿只能自己心疼了。面对着夹枪带棒的话，我倒是不生气，不过你怎么不来我们家给她做饭呢？还非得让她一个孕妇大老远的回娘家吃？还有钟点工的钱，听说你都收了。哎呦，你这人怎么说话的？荷花站起来，那架势似乎要和我打一架。恭喜恭喜，产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足足7斤呢。护士把娃抱出来让我们看的时候，我都傻眼了，上辈子明明生了个小女娃的呀。怎么回事？我抢过护士手里抱着的孩子，
打开包被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李玉生的的的确确是个小男娃。护士，你确定没抱错小孩吗？护士笑了，这位奶奶肯定是太开心了吧，都糊涂了。今天这产房就一个产妇，怎么还能抱错了呢？不对，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隐情，是李玉生娃肯定也出现了变数，还是这孩子不是？我望向产房内的李玉，刚生产完的她憔悴虚弱，虚靠在病床上。周宇和荷花早已经走了进去，对着她一顿嘘寒问暖。我突然瞧见周宇两侧的头发又白了许多，最近的工作这么辛苦吗？来不及多想，我也赶紧抱着孩子走了进去。妈，您看这孩子长得像周宇还是我呀？李玉爱怜地看向我怀里的小娃娃，我勉强挤了个笑容，像谁都行，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妈您说的对。李玉目光又转向了我，我被盯得浑身不自在。不过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查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这辈子我一定不会允许我的孙子带丢一次了。李玉生产还算顺利，3天过后就出院了。我吸取上一世的教训，不再自告奋勇去照顾她坐月子了。上一世，我怕她月子没做好会落下病根，特地提前在网上学了月子餐，还有照顾产妇坐月子需要注意的事项。不仅如此，我还让周宇去家政中心预约了个王牌月嫂。我怕我记不住，还一字一字地写在纸上，每天都要翻看好几遍。还有现在都讲究科学带娃，我也看了大量的育儿书籍，争取与时俱进，这就不怕李玉诟病了，周瑜也不会夹在中间难做。可我低估了婆媳关系，月子里，李玉处处看我不顺眼，给娃放的洗澡水不是热了就是凉了，给娃冲的奶粉不是稀了就是淡了，做的菜稍微味道大了点，就说我做这么重口的菜是要他伤口不能痊愈，要让他肚子留疤痕，是存心害他。还有他生产完后奶水不足，我学着网上的视频做了开奶汤水，他却说这是毒奶的，是不是要他乳腺发炎我才开心？可是这些我做之前都问了月嫂啊，他也说没问题的。最后我啥也不管，让月嫂来，他又说我天天放着孩子不管，自己在那闲着玩手机，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好多。周宇那阵子工作忙，顾不得我的情绪，只会和我说李玉刚生完孩子，多少有点产后抑郁，让我不要和他计较。可是你妈我也抑郁了呀，曾经有几次我看着窗台，几乎想一跃而下。虽然上一世是这样，但我还是搬回新房和他们一起住了，因为我怕我的孙子不知道啥时候就丢了。上一世是小孙女2岁半的时候，而我那时已经被李玉逼得回了老房子住。有一天，保姆抱她出去玩，结果保姆只顾着看人打牌，她自己一个小娃娃站着无聊，然后慢慢的一个人走远了。最后监控看到她走出了大门，来到了小区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就看不见了。那是监控的盲区，警察说大概率是被人拐跑了。因为我们房子周围还有许多未改建的旧房子，住着许多底层从业人员和无业游民，鱼龙混杂的。想到这，我的心又隐隐痛了起来。我那苦命的孙女呀，周瑜请了个月嫂照顾李玉母子，月嫂很专业，而我每天只是逗弄逗弄孩子，打下手就行。这一辈子的李玉也安分了许多，不再对月嫂挑刺，也不和我撒泼了，连月嫂都夸我命好，能有一个好脾气的儿媳妇，让我一定好好对她。我心里苦涩，要是这么好，我上辈子也不用被逼得自杀了。不过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一定要好好留意李玉，不让她再生出什么幺蛾子。这天临近孙子的百天宴，
我准备外出给他买一个小金锁当做礼物，可不曾想，我才走出小区大门，就看见李玉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从一辆车上下来了。我出来之前，李玉就出门了，可他说的是要给孩子买辅食工具。好啊好，居然是借口出来幽会野男人了。我就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原来前面那么安分守己都是装的，怪不得这辈子生的是个小男娃，感情这个孩子是眼前这个男人的。我气得差点要喘不过气来，老天爷呀，我的儿子到底是戴了多大一顶绿帽啊！我愤恨地快速走到李玉面前，甩手就给他一巴掌。李玉，你个不要脸的，居然背着我儿子出来鬼混！但我那巴掌到底还是没打到李玉，他身旁的男人扼住我手腕，往旁甩了过去。我一时没站稳，踉跄地后退了几步。我眯着眼，狠狠地看着那男人。那男人西装革履，长得倒是一副人模狗样。老人家，玉儿和你儿子早就没有关系了，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可别都往他身上撒呀！说完，又搂紧了李玉几分。光天化日之下，我看得恶心。你这个老太婆，死了就死了，不然在这世上还碍事呢。李玉瞪着我，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我感觉浑身都在颤抖，哆嗦着说道：“你们等着，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李玉，有本事你别走，等周宇过来，让他看清楚你这虚伪又恶心的真面目。”我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正不利索的想要拨出电话，突然身后有人扶了我一把：“陈老师，我们回家吧，我们不和这些人计较了。”我吃惊地回头一看，思索了许久，才想起这是很多年前我班上的一个女学生，看她现在这样子，应该都有20几岁了吧？你是那个？老师记性不好。女学生微微笑了。陈老师，我是王兰呀，您以前对我可关照了。哦，王兰，你都大学毕业了。老师记得你之前家里人都不让你上学，是你争气才有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王兰没正面回答，只是黯然地低了头，慢慢挽上我的手臂。陈老师，不说这些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吃晚饭吧，不然家里人会担心的。我这时才觉得不对，王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可我顾不得这些疑虑，朝王兰摇了摇头。不行，李玉这么对我儿子，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李玉的真面目，我可不能再让他被骗了。我哆嗦着手，准备再次给周宇打电话。啪！我号码还没拨出，手机就被李玉拍倒，掉在了路上。你这个恶毒的老太婆，我什么真面目，我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是吗？到底是谁恶毒？是谁恶毒啊？你别在这假惺惺的。妈，你怎么在这里呀？我们快回家，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山竹。后头突然又传来一道女声，我猛地回头一看，居然也是李玉。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这是撞鬼了。远处的李玉慢慢地走了过来，他先是朝王兰笑了笑，好像一点也不奇怪王兰为什么会在这里。接着他看到了站在我对面的那2个人，还有我那被摔在地上的手机。可以呀，2个身强体壮的成年人欺负一个弱小的老人家。我告诉你，李玉，有我在这一天，你都休想欺负我婆婆。还有，手机是我刚给我婆婆买的新款，你要不赔钱，要不就和警察说去吧。站在我旁边的李玉不时拍着我后背，替我顺气。妈，他们还有没有在别的事欺负您了？我替您讨回公道。您别怕呀，就是他害得我女儿不见了，现在我女儿生死未卜，他有什么资格在这享受天伦之乐？女儿，谁的女儿不见了？谁的女儿不见了？他们还在争吵，可我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我惊恐万分地看着站在我身旁的李玉，
又看看我对面的那个李玉，这是怎么回事？突然，两张一模一样的脸重叠了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剥离开来，亮光一闪，我身旁李玉的面容换了另一副样子。啊啊！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不可控地大喊了起来。我身旁的李玉着急地回过头来，轻轻地拥着我。妈，是我，我是您的儿媳妇啊，我叫邓文文，您别怕呀，我和周宇一直都在您身边呢。哟，原来这神经病还没好呢。也是，这老天呐，他是有眼的，干了坏事的人是要遭报应的。李玉大笑起来，邓文文恶狠狠地剜了李玉一眼。李玉，人在做，天在看，谁是坏人，你自己心里清清楚楚。我还是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你放开我，放开我！妈，我们回家，回家。您的宝贝孙子还在等您呢，还有周宇，他快要下班了。不，不，不要，那不是我孙子，你这个偷情的坏女人，是你让周宇戴了绿帽子，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双手用力地再捶在邓文文身上。妈，我们回家。不要，不要！我知道我还在昏迷中，因为我能听到有好多人和我说话，可我想回应，却发现浑身动弹不了。现在的我处于一片茫茫的白色的亮光当中，想走却找不到路。妈，您快醒来吧！对呀，妈，警察说找到当年拐卖圆圆的人贩子了。您快醒过来，说不定很快就能看到圆圆了。圆圆。是我的孙女圆圆吗？圆圆没事，真的可以找到她吗？不对，我不是重生了吗？圆圆不是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了吗？不对，又为什么会有两个李玉？不是，那个人说他叫邓文文，是我的新儿媳妇。突然眼前的亮光一暗，周遭天旋地转起来。啊！我惊叫着坐了起来，然后像溺水的人一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妈，您终于醒了，谢天谢地。妈，还好您醒了，不然我得内疚一辈子啊。医生这时候过来了，他常规的帮我检查了一下，病人能醒来说明现在并无大碍，以后可千万别让他受这么大的刺激了。周宇和他身旁的邓文文连连点头。我盯着邓文文许久，幻想和现实交叠。之前发生的事走马观花般向我涌了过来。妈，我和李玉离婚了。我知道圆圆丢了不关你的事，是我不好，以前一直听信她的话。妈，我最近有了心仪的女孩子，你替我高兴吗？妈，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她叫文文。妈，你放心，就算我交了新女友，我也会继续找圆圆的。妈，文文真的是个好姑娘，您可不许为难人家哟。阿姨，虽然您现在还不太记得我，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让你好起来的。还有，我也会和周宇一起寻找圆圆的。妈，明天我和文文就要结婚了，我知道的，你肯定也会很开心。妈，那0万彩礼就不带回来了呀？我妈给我准备了一辆20万的车陪嫁。妈，您不是说这4个金镯子可以送给文文吗？妈，这房子我和周宇商量好，决定要卖了，咱们再换个大房子，咱们住的也舒心一些。妈，您又要抱孙子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再让您失望了。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臆想，我没有重生，没有改变命运。我确确实实是被人逼得自杀了，可最后又救了回来。从那以后，我精神就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了。特别是周宇和邓文文大婚之后，我的精神状态就更差了。我总以为自己死过一次，重生了。周宇和邓文文怕我出事，还专门请了王兰来照看我。如果不是这次遇到李玉，受到的刺激太大了，我大概永远都醒不过来，还要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我那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拉着邓文文。好姑娘，嫁过来累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是我这老婆子对不住你呀。邓文文也红了眼眶，她趴在床头，妈，不碍事的，过了这个坎，以后我们都会好好的。周宇也忍不住蹲了下来，抱着我们两人一顿痛哭。妈，以前是我识人不真，以后我一定会和文文好好过日子的，再也不会让您受苦了。我在医院住了2天就出院了。出院之际，邓文文的母亲何莲特地过来看望我。她说，本来是不同意邓文文嫁给我们家的，小城不大，关于我家的传言早已经是沸沸扬扬。外头的人说我弄丢了孙女儿，自杀未遂又成了个疯子，还有我的儿子居然和自己的前媳妇逼得自己老妈自尽，这是何等的笑话！当年我在婚礼上的那一番奚落，气得他直接就要把女儿接走，说这个婚我们不结了。是周宇再三保证和邓文文的苦苦坚持，这才顺利完了婚。婚后他又怕我这个疯婆子要刁难自己的女儿，所以言语也总是和我不对付。可是邓文文她不怕，我这个傻女儿啊，就是一眼看中了你的儿子，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不过也是你们家自己造的福呀。当时我女儿被坏人欺负，是周瑜挺身而出，这才有了文文的死心塌地呀。不过现在你情绪也稳定了许多，亲家母啊，以后的日子都会好好的。文文说了，你是个好人，他不怪你。何莲手心搭在我手上，擦拭了一下眼尾的泪珠，不说了呀。这煽情的话再说我就要哭了。我心里也听得百般不是滋味。在我神志混沌不清的时候，这个傻姑娘到底是受了多少苦啊？再多的错也都是我的错，是我之前一直听信李玉的话，自己也不会分辨，害得妈你受了这么多苦，现在还连累文文也跟着我受苦，都是我不好，我该死啊！周宇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医院门口，他径直在我床边跪下，不住地往自己脸上扇巴掌。周宇，你疯了，快住手！一旁的邓文文赶紧伸出手制止了他，何莲也伸出手拉他。好孩子，都过去了，妈不怪你。还有，你们不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浩浩奶奶吗？浩浩是周宇和邓文文的儿子。对对，看我这记性，被周宇这一折腾，重要事都忘了。邓文文从怀里拿出一叠资料，激动着给我看。妈，你看，今天警察局和我们说，当年拐卖圆圆的人贩子找到了，应该过不久就能找到圆圆了。距离圆圆丢失已经过去了大概3年，圆圆现在应该是个大朋友了吧？只是不知道她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奶奶。我不敢置信地拉住邓文文的手，文文，你说的可都是真的？真的，真的，妈，真好，能找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我开始嚎啕大哭起来。对于当年圆圆丢失一事，我是有内疚的。当时我和李玉闹得水火不容，周宇劝我回老家休养休养身体，就当是给彼此一个合适的距离。我是当老师的呀，心气也高，所以一怒之下就收拾东西回了家。我再也没踏足周宇的新家，只偶尔来了，隔远了看几眼圆圆。可我为什么不能再忍忍呢？为什么不能再忍忍？如果是我看着圆圆，那她肯定不能出事的。这份内疚一直在心里折磨着我，加上李玉一直指责我是间接害了圆圆，而周宇又只是沉默，所以我才想不开吃安眠药自杀的。不过还有个事要和妈你说一下。邓文文欲言又止，周宇朝他使了个眼色，我都看在眼里，放心吧，圆圆能找回来，我开心都来不及，没什么事是我听不得的。邓文文神色严肃，周宇，我觉得这件事有必要告诉妈妈，不然
你想让他内疚一辈子吗？妈是个善良的人，这个结不打开，他的心病不会好的。可医生说，我看向邓文文，没事的，好孩子，你说吧。邓文文正欲开口，没想到李玉这时候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邓文文，周瑜，你们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警察把我妈妈带走了？邓文文冷笑，你自己妈妈做了什么事，你不清楚吗？李玉，你说说你还有心吗？自己的亲生女儿被拐了，居然还要包庇凶手是吗？什么？你说什么？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和李玉同样震惊，因为按邓文文的说法，致使圆圆被拐的元凶居然是李玉的妈妈荷花。你妈要是没犯事，警察把她叫过去干嘛？不可能的，不可能！我妈最疼我了，她不可能做这种事。李玉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李玉，念在我和你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你现在离开，我们都不为难你。一边的周宇发话了，他紧握着拳头，似乎在隐忍。我妈怎么可能把圆圆交给人贩子？不可能，这么做对她有什么好处？呵，有什么好处？邓文文冷笑着继续说：“有什么好处？你弟弟李申的房子当年可是差了5块钱才够首付的。你妈之前已经问过你，拿了10万块了，还想着让你再拿这5万块出来。可当时你和我婆婆闹别扭，非要逼着她老人家回老房子住，自己家里面又要请保姆，手上的钱根本就不够，所以就没有答应你妈。可没想到啊，你妈居然丧心病狂到把主意打到自己的外孙女身上。对，她是没有把圆圆交到人贩子手上，可她只是趁圆圆自己走丢，把圆圆交给了临时一对不能生养孩子的夫妻，然后拿着卖圆圆得来的6万块钱给你弟弟买房子。可怜我的婆婆呀，内疚自杀，还为这件事神志不清了这么久。而我的老公一夜白发丛生，半夜常常就醒了，坐在床边低气。邓文文锐利的眼神望向李玉，你说你妈这样的人该不该坐牢？好好的一个家庭，因为她妻离子散？不会的，我妈也很疼圆圆的，她明明和我说她很爱圆圆的，这些年来，她也一直为圆圆的事担忧。李玉几近崩溃地跌坐在地上。可你知道你妈是怎么说的吗？她说，就一个丫头片子，用得着这么宝贝吗？丢了就丢了，卖了就卖了，多少还有点用，不然以后嫁了，还不是别人家的媳妇，一点用都没有。她可真是一点都不知悔改呀！不可能，你撒谎，你会有报应的，你们都会有报应的。李玉说完，一巴掌就要向邓文文打来，幸好周瑜眼疾手快，握住李玉的手腕。你还想做什么？你滚！你赶紧从这滚出去！还有我们一家人都不欢迎你。李玉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最后，他望了周瑜一眼，说不清是后悔还是痛恨。圆圆最终找回来了，据说那家人因为膝下无子，所以对待圆圆还算不错。警察去和他们交涉，他们虽不舍，但还是送圆圆回来了。他们之前也不知道圆圆本就有一个疼爱她的家庭，因为李玉妈妈说圆圆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前面还有4、5个姐姐，就把她送人了。圆圆回来的那天，整个人怯生生的，她已经有3年没见过自己的亲人了呀。想到这，我就心痛。不过周宇和邓文文比我还激动，一看到圆圆，他们就抱起了圆圆。夹在中间的圆圆有点不知所措。好了，我们回家吧。你们2个这样会吓到圆圆的。2个人这才后知后觉松开了圆圆，开始认真地介绍起自己。圆圆，我是你爸爸。圆圆，我是你妈妈。家里还有可爱的小弟弟等着你啊。邓文文指向我。还有，
你看见了没？站在我们身后的是你最慈祥和蔼的奶奶。你小的时候，奶奶可疼你了。”圆圆顺着她的手指方向望去，我朝她笑了，圆圆也甜甜地回了我一个笑容。真好，我们家终于圆满了。至于李玉的妈妈，我们得知的消息是还在走司法流程，准备起诉她非法拐卖儿童。李玉天天守在我们小区门口，求我们能网开一面，说她妈妈年纪大了，经不起这般折腾了。邓文文总是在这时候把我拉走。妈，这种人不用心软，自有法律会制裁他的。是啊，作恶的人终究会自食恶果。我看着被邓文文紧握的手，会心一笑。文文，走吧，圆圆和浩浩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妈，我们回家。